魏婴，蓝忘机突然开口，魏无羡还诧异他看的速度如此快，就听到下一句，我认为不妥。不妥的意思是，蓝忘机合上剧本，斟酌着词句，严肃地回答道，剧情不妥，角色不妥。我还是不懂。魏无羡像是一下子被人从美梦中拉回来，下意识地直起身子，道，蓝湛，你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？他一回来就过来找蓝忘机，重点根本就不在剧本上，而是试图制造更多与他相处的机会。可是现在他不知道是该说蓝湛太认真，还是重点放偏了。这个本子质量一般，他是心知肚明的。问题不在玛丽苏或者狗血上，没有触及他的底线，于是他便忽视掉了这个问题。但是就算忽视掉，也不能否认，他心里清楚这个剧本的水平。平庸，这二字是最合适的概括。作为通读剧本的人，魏无羡知道这个剧本有太多 bug， 剧情设置一般，角色也是千篇一律，不够出彩。若是真的拍了播了，连吐槽的人估计都不会有。如果是想来看他的笑话，那也一定能从中揪出许多可黑点。但那又怎么样呢？只有他自己清楚，接下这个项目不是因为想红，只是想证明自己，他有演戏的实力，而不是被所谓潜规则才接到的工作。魏无羡低下头，低低地哦了一声，语气难掩失落。蓝忘机立刻觉察到他的情绪变化，也即刻做出了反应。魏婴，这个剧本你不拍也可以的。他站起身，伸出手须拥住了他，我一直都很相信你，以你的能力，可以接更好的剧本，也可以完成得更好。但是我不，你若是想要拍戏，还有很多更好的资源，你也不用再浪费时间。蓝湛，不知是哪个词刺激到了魏无羡，他一下子激动起来，略有失态地从蓝忘机手臂里挣脱出来。他不能十分的确定，但他确实从蓝忘机的话语里听出了弦外之意，蓝忘机想要帮他。蓝忘机想要用自己手里的人脉和资源帮他。魏无羡不知自己该作何反应，是心酸还是愤怒。没有太多时间留给自己思考，他拿回剧本就想直接离开，却被身后的蓝忘机拉住。身后的声音充满了急切，魏婴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魏无羡苦笑一声，他当然知道蓝湛不会是那个意思，也知道蓝湛一直想要帮他。可是这种话语果然还是由金主说出来更为合适。此时此刻，蓝忘机的心情也不比他好受。从二人相见相识起，他就知道魏婴对表演倾注了多大的热爱，在剧组里魏婴的拼命他全都也看在眼里。心疼之余，除了给一些安慰的话语和拥抱，他什么都给不了，还因为自己让他遭受了铺天盖地的恶意和攻击。他很无措，很急切地想要保护他，帮助他。刚才不够慎重的提议，也只不过是想让他少走些弯路。他希望自己所深爱的、所欣赏的人的光芒，能立刻被所有人看到。没想到，那人不仅误解了，反应还会那么大。他一下子就慌了。魏无羡努力抑制住波动的情绪，转过身来问他，蓝湛，你知不知道，从昨天到今天，有多少合作意向的电话找过我？蓝忘机趁他转身，两只手扣住他的双肩，没有回答。于是魏无羡继续自言自语道，剧方、杂志方还有代言加在一起足足有几十个，但我知道他们不会是因为我，不可能是因为突然发现我有合作的价值才找上门来的，他们都是为你而来。魏无羡低低笑了几声，蓝湛啊，你这么优秀，我怎么会妄想自己能够和你并肩呢？他在心里自嘲道，我怎么会不自量力道，以为自己能够真正配得上你呢？蓝忘机说不出话来，但他看出面前人的情绪非常怪异，急急忙忙将人搂进怀里，收紧双臂，努力安抚着。魏婴，没有，不是的，我一直都很欣赏你，从大学的时候开始，我从来都不曾觉得你有哪里不好。一片寂静，狭小的书房内只有两个人过于情绪激动的喘息声。不知两人拥抱了多久，蓝忘机听到怀中人突然叫他，蓝湛，魏婴，除非你现在就睡了我，那么你给我什么剧本，我就拍什么剧本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除非你真的像外界传言的那样，成为了我的金主。在那个节骨眼，蓝忘机当然不可能针对他做什么，倒是在那样的情景下，
纯洁的一个拥抱，也像是被讽刺着带上别的什么意义。他最后也只是放开他，给彼此冷静的时间。魏无羡拿着剧本回了主卧，直接瘫倒在床上，脑子里一团乱。他刚刚都对蓝湛说了些什么呀？果然是应该少上网，不然连自己都快被谣言洗脑了。站在外人的角度看太久，似乎有时自己都会产生一种错觉，好像他和蓝湛就是冷冰冰的物质关系似的。他去独立卫浴洗了把脸，差点被水呛到，不过也因此冷静了不少。魏无羡又翻了一遍剧本，早就决定好这次的本子，说什么都要接。最终，他先发消息给了导演，接下了男2号，然后又立马发消息给温宁，商量后续签合同的事宜。温宁后来告诉他，公司老总知道他有如今这么高的身价，却以那么低的价接下了这部戏后，大发雷霆，恨不得当场开除他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目前他都是公司最大的摇钱树，不可能撒手，于是又安排了很多综艺工作。谈下高价后，就寻思着怎么让他接下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忙完这些，他打算先睡一觉，开了大半天的车，刚刚又闹了那么一通，确实精力有些不足了。魏无羡仰面躺在床的正中央，被褥是凉的，过于冰冷的温度让他格外怀念起那人身上的体温。一个人待着就容易胡思乱想，他回忆起许多事情，可是不管怎么想，都像是有一层纱绕在心头，让他看不清许多问题。比如说，蓝湛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心情一而再再而三护他的呢？他是十分确定自己的心意的，也做好了持久攻略的准备。蓝忘机对他也不可谓不好，从某些方面来讲，魏无羡也明白，蓝湛对自己是好过头了，但他依旧拿不准那些动作的起因是什么？是愧疚？是补偿？还是出于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有的强烈责任感？难道蓝湛会在剧组里对他日久生情？不，他立马扼杀掉这个荒唐的念头，这种说法也太扯了些。他记得后来自己醒过来，貌似是被人轻声唤醒的。等到他彻底睁开眼，才发现果然是蓝湛叫醒的他，手里还端着一杯牛奶。魏婴，醒了就起来吧，该吃饭了。一如既往，仿佛之前那事没有发生过一般。魏无羡不能当没发生过，举止之间都有些尴尬。那个，现在几点了呀？蓝忘机叹了口气，示意他看墙上的挂钟，道：6点了。这一顿饭吃得很安静，两人都没再提剧本的事。魏无羡也没有把接下这个工作的事情告诉对方的意思。倒是最后晚餐结束，当两人一起收拾桌子时，蓝忘机找了个机会抓住了他的手腕。魏无羡愣住，而后就听那人说：魏婴，无论你决定如何，我都支持。你别生气。蓝忘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自己是花了多大的勇气才能说出这些话语。我没有生气。魏无羡完全下意识就这样反驳道。类似冷战都会如此，一旦有人起了这个话头，两边就都会有说不完的话了。我只是有点